美國突然不急着登月了。是的，你沒聽錯，就在最近 ，NASA 正式修改 Artemis 3計劃，原本準備執行的重返月球載人任務被臨時改成了一次地球軌道驗證任務。消息公布後，整個航天圈都愣了一下，因為這意味着美國原本計劃中的重返月球第一步被主動踩了剎車。而更耐人尋味的是 ，NASA 修改後的路線正在越來越像中國。很多人開始意識到，人類這場新的登月競賽可能已經悄悄變了，因為現在爭奪的或許早就不是誰先登上月球，而是誰能第一個在月球長期活下去。事情要從 Artemis 計劃本身說起，很多人一直以為美國這次重返月球不過是阿波羅 2.0， 只是再來一次1969年的歷史重演。但實際上 ，NASA 真正想做的遠遠不只是再登一次月，它真正的目標是建立長期月球體系。NASA 甚至反复提到一句話 ：“Moon to Mars”， 意思是從月球走向火星。簡單来說，月球不是終點，而是未來深空文明的訓練場。因為人類如果未來真想去火星，必須先解決幾個問題：長期深空駐留、太空補給、低重力生存、深空輻射、軌道運輸、資源循環。而月球距離地球近，出了問題還能回來，所以 NASA 真正想做的其實是先把月球變成一個長期運營基地。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當目標從去一次變成長期存在之後，整個任務難度瞬間暴漲。因為現在的 Artemis 已經不是一艘飛船的問題了，它更像一整套漂浮在太空中的超級工業系統，裡面同時包括 SLS 重型火箭、Orion 飛船、SpaceX 星艦月球版、藍色起源 Blue Moon 着陸器、深空對接系統、新一代宇航服以及未來的月球軌道運輸體系。這已經不是阿波羅時代那種一枚火箭直接衝向月球的模式了，而是多系統協同，像一支真正的太空艦隊。NASA 現在突然發現，真正危險的可能根本不是登月本身，而是這些複雜系統之間的配合。於是 Artemis 3突然變了。根據 NASA 最新方案，新的 Artemis 3任務不再直接登陸月球，而是在地球軌道附近優先測試交匯與對接，也就是讓不同飛船在太空中完成協同操作。聽起來好像不複雜，但實際上未來真正的月球任務可能會是這樣的。宇航員先乘坐 Orion 進入軌道，然後再轉移到 SpaceX 的 Starship HLS 或者藍色起源的 Blue Moon 着陸器，再飛向月球。整個過程涉及大量從未真正成熟驗證過的深空操作，包括深空生命保障、長時間軌道駐留、多飛船協同、太空轉運、深空通信以及月球軌道任務管理。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後果都非常嚴重，尤其在全球直播時代。所以 NASA 現在選擇先不急着上月球，先練習。而就在這裡，很多人突然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變化。NASA 現在的路線越來越像中國，因為中國公開的載人登月方案從一開始就不是阿波羅模式，而是漸進式驗證。中國未來的登月同樣採用軌道交會模式。簡單說，不是一枚火箭直接送人登月，而是2次發射。一次送飛船，一次送着陸器，然後在軌道完成交會對接，最後再飛向月球。這意味着中美現在都開始走向一種更工業化的深空路線，因為大家最後都發現了一件事兒：真正的大規模深空工程不能賭，必須一步一步驗證。這一點其實和1960年代的阿波羅時代已經完全不同。當時的阿波羅本質上是一場國家意志衝刺，它更像一次極限挑戰。目標只有一個，比蘇聯先到。但現在人類真正面對的問題已經變了，因為今天的月球競爭比的不是誰先插旗，而是誰能長期運營。這也是為什麼 NASA 現在突然開始瘋狂研究月球資源，比如月球水冰、月壤氣體、原位資源利用。NASA 甚至已經開始資助企業研究如何從月壤中提取資源，因為未來如果想長期駐留，不可能所有東西都從地球運，成本太恐怖了。所以未來真正重要的是在月球本地生產，包括氧氣、水、燃料、建築材料，甚至能源。很多人直到現在還覺得登月只是科技秀，但實際上現在全球航天格局已經開始出現一種新的趨勢：月球工業化。
而美國、中國、歐洲、SpaceX、藍色起源都已經開始提前布局，尤其是月球南極，因為那裡可能存在大量水冰資源，而水在太空裡比黃金還貴，它不僅能喝，還能分解成氫和氧，直接变成火箭燃料。這意味着未來誰控制月球資源，誰就可能掌握未來深空運輸體系。於是你會發現，現在 NASA 真正焦慮的可能已經不是能不能登月，而是怎麼建立長期深空體系。而更現實的問題是 ，NASA 現在還面臨技術複雜度暴漲、預算壓力以及 SpaceX 星艦的不確定性。尤其星艦，雖然它極其強大，但它未來執行月球任務時，需要完成一個人類從未真正成熟實現過的技術——太空加油，而且不是一次，可能是多次。這意味着 NASA 現在必須重新評估風險，因為一旦失敗，影響將是全球性的。所以這次 Artemis 3修改計劃表面上看像是一次延期，但實際上它更像一次戰略轉向。NASA 開始意識到，真正的深空時代已經不再是英雄式登月，而是工業化運營。阿波羅時代比的是誰先衝上去，而現在比的是誰的系統更穩定，誰能長期運行，誰能建立真正的月球基礎設施。所以你會發現，美國和中國雖然最開始路徑不同，但最後卻都開始走向一種相似的方向。因為當人類真的準備長期進入深空時，所有國家最後都會發現，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一次偉大的登陸，而是如何在地球之外建立一個真正能長期運轉的人類世界。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